中华之声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8号宣布，当天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此次演习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随后，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表示，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战区部队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安全的能力。国防部东部战区2级新闻发言人针对同一场演习先后发生，极其罕见，信号也非常明确，战旗猎猎，雷霆万钧，这是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反华势力的严正警告。台独势力如不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必遭毁灭性打击。台湾统一的步伐将立即启动。几天来，岛内热炒华盛顿准备卖给台湾死神无人机、反舰导弹、水雷等7项武器。然而，岛内民生福祉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报道称，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迄今对美军购已逾新台币4000亿元。与之相对应的是，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负债5.68万亿新台币，平均每个台湾人大约背负新台币24.1万元债务。台独成为了美方政客最可靠的提款机，台湾民众成了被绑上战车的肉票。广东公共 TV 现场报道，85后的北京大学计算机硕士肖某，先后在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在深圳有车有房，年薪100万。但当他决定辞职创业，却陷入了牢狱之灾。原来肖某钻研的黑科技是通过清粉软件窃取个人信息。今年年初，黄女士使用某好友清理服务清理微信好友，不料出现大量陌生人想加她为好友，还莫名关注了许多微信公众号。黄女士报警，警方发现不法分子通过计算机技术谎称提供清粉服务，窃取倒卖黄女士个人信息牟利。警方锁定一个专门开发制作清粉软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成员均为高科技人才，4名核心人员均为计算机系毕业，长期从事编程工作，涉案金额达800余万元。他们的老板就是前文提到的北京大学计算机硕士肖某。目前该案1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点科技消息，北京时间9月20日上午消息，据36氪报道称 ，TikTok 近期将开启一轮 Pre IPO 融资，甲骨文和沃尔玛将在此轮融资共计投资近1000亿元，约125亿美元。该轮融资完成后 ，TikTok 的投后估值将达到近5000亿元，约625亿美元。同时，字节跳动将继续掌握 TikTok 的控制权，甲骨文和沃尔玛则会分别获得 TikTok 12.5%和7.5%的股份。如果市场条件允许 ，TikTok 将在1年内在美国完成首次公开募股。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中国境内一个由11人组成的私人飞机环游中国团正式发团，团费26.8万元，创造了国内高端定制旅游市场的新纪录。11名团员来自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于9月17日在西安集合，行程将横跨西安、中卫、敦煌、成都、腾冲、武城，总里程约7650公里，全程使用私人飞机，并入住顶奢酒店。行程安排了全球不足100件的西夏替刻画体验，以及敦煌壁画临摹等，还有由非遗传人代做砂石画、油纸伞等手工艺品。在饮食方面，安排了博物馆晚宴、沙漠晚宴、孔雀宴等私属定制晚宴，部分甚至达到国宴级水准。在导览方面，将有兵马俑研究员级专家为11位客人解读探秘，天文科普协会会长带领观星，博物馆闭馆私密参观，特级导游陪伴导览等。携程公布的数据显示，定制游需求单量在过去3年连续以3位数增长。今年11黄金周期间，甘孜、丽江、三亚、桂林、拉萨、呼伦贝尔、西宁、张家界、阿拉善和贵阳位列前10。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129万7013例，
现存确诊730万0949例，中国以外累计确诊3120万6183例，累计死亡97万9706例。国内现存确诊385例，累计确诊9万0830例，累计死亡4744例。潇湘晨报报道，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文分析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年轻化现象。多名80后、90后年轻干部被查处，甚至有一名95后干部不到1年侵吞国家财产达595万元。他们参加工作没几年就初次犯案，有的甚至从入职开始就蠢蠢欲动。25岁的浙江杭州余杭区市民中心余杭分中心不动产交易窗口原工作人员田其浩，2019年侵吞国家财产595万元，用于奢侈消费、购买豪车和网游充值。目前，田其浩涉嫌职务犯罪问题已被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1990年出生的北京市东城区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原出纳员王雪，侵吞骗取公款多达720余万元，用于个人奢侈消费，一件衣服价值6.4万元，一个包价值20万元。2019年12月，王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四川省马尔康市人民医院原会计季某，案发时27岁，贪污公款547.1万元。贵州省思南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原会计兼出纳张某，案发时只有25岁，涉案金额达40余万元。两人都是在入职1、2年就贪污公款。文章称，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首要条件，严把政治观、廉洁观和素质能力观，而非单一强调干部年轻化标准，避免埋下年轻干部贪腐的隐患。南方都市报报道，居住了19年的动迁安置房，房产证上却是别人的名字。上海人宋先生今年56岁，2001年动迁，分得了一套安置房，并在此居住了19年。2018年，宋先生欲为该房屋办理房产证，但被告知房主不是他。经调查得知，2000年上海某单位将一套公房作为福利分房分给了职工李某厚。随后，李某厚将该房屋买下，但一段时间后，李某厚申请了另一套位于宝阳路的房屋。而位于温川路的这套房屋，则在归还给单位后，作为动迁安置房分给了宋先生。但李某厚坚称，当时房子退给单位，但缴纳了12万元购房款，并没有退还给他，所以他去办理了房产证。他认为自己对该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并要求宋先生支付50万元房屋使用费，并从房子里搬走。目前，宝山区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此案，宋先生也以对方涉嫌诈骗和侵占罪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澎湃新闻消息，9月20日，字节跳动向澎湃新闻发表声明称，为了确保1亿美国人能够继续使用 TikTok 这款高人气的视频及内容应用软件，满足美国政府监管要求，加强 TikTok 美国业务，字节跳动、甲骨文、沃尔玛对 TikTok 的合作形成原则性共识，三方将按照此共识尽快达成满足美国和中国法律要求的合作协议。据环球网消息，印度媒体18日援引一名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在列城东部的时空线沿线，从北边的德普桑平原至南边的班公湖，至少有10处印军巡逻点被解放军封锁。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军在中印时空线从喀喇昆仑山脉至九马尔基地之间有65个日常巡逻点，但自4月以来，已有10个巡逻点被解放军阻挡进入。前述印度高级官员称，由于时空线不明确，巡逻点是主张地区主权的最佳方法，但印军巡逻点被中方封锁，加上根据脱离接触计划设立的缓冲区，很多区域已不在印军的控制内。上海青浦法院网站消息，近日，上海青浦法院审结了一起退休女子花光30万积蓄2次抢亲项链案件，意图进监狱生活案件。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吴某50出头，退休独居。20多年前，吴某离婚，唯一的儿子和前夫一起生活。离异后，吴某和父母、亲戚朋友断绝了联系。
钱快花光时，吴某产生了去监狱里生活的想法。他在南京路某金店抢走一条金项链，随后在店门口被抓获，民警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吴某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决定抢劫银行，但他发现排队人多，进银行还需要刷卡，于是又改为抢劫金项链。这次他刚走到金店大门1米，就停着不走，等待抓获。吴某被捕后多次提到生活没什么意思，年轻时安分守己，却在颐养天年的时候身陷囹圄。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18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中国黑客窃取了西班牙研制新冠肺炎疫苗实验室的信息。西班牙情报机构负责人称，此类黑客攻击已经在不少研制疫苗的国家发生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类似声称中国通过黑客攻击方式窃取别国疫苗的流言已经出现过多次，我们也就此表达了中方立场。黑客攻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妄下结论。汪文斌指出，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行为，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疫苗研发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不需要也不会依靠所谓窃取的手段来获得什么疫苗。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据当地媒体9月19日报道，加拿大前总理约翰内皮尔特纳去世，享年91岁。特纳1929年6月7日出生，曾于1984年担任第17任加拿大总理，执政时间仅79天，是加拿大历史上执政时间第2短的总理。特纳在加拿大最为人称道的是，在1988年马尔罗尼担任总理期间，他带领当时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成功阻止了加美自由贸易协议在议会的通过，维护了加拿大的主权。另一个就是他在1950年代末曾经差一点就迎娶了当时的英国公主玛格丽特。另外，在今年6月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孟晚舟的19位加拿大名人中，特纳也是其中之一。2020年国庆节与中秋节是同一天，10月1号至8号将连放8天假。针对上班族所关心的加班工资问题，9月18号人社部发文释疑，明确10月1号至4号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不低于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报酬；10月5号至8号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先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不低于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报酬。也就是前4天是3薪，后4天是双薪。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 APP。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美国福布斯网站9月17日报道，相隔8000千米，美军模拟大跨度夺岛演习，并用远程火箭弹攻击中国舰只。对于这2场演习的大致情况，文章介绍称，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一个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的简易土跑道上，放下美军士兵。一艘美国陆军的登陆艇同时在岛上靠岸，以卸载火箭炮。1周后，陆军伞兵降落在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美国空军的隐形战斗机飞过头顶，随后运输机送来了更多的武器。美军在9月份的演习散布在亚太地区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区域，看起来可能并不多，但是将它们加在一起来看，很明显这是针对中国的以美国陆军为首的跳岛作战的战法。文章称，南海很可能是一场大规模区域战争的起因，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战略越来越注重于占领和控制小岛屿，以对抗更大规模的解放军的原因。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2年前购置10辆单价36.76万元的哈雷摩托车，引发持续关注。官方回应，购买经过了正规手续和流程，但不清楚是否有特殊用处。近日，广西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斥资132万购置3辆进口警卫摩托车，引发质疑。对此，当地警方表示，摩托车将用于出警巡逻。早在2008年就有报道称，天安门交警骑崭新哈雷摩托车执勤，北京警察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哈雷警务摩托车训练课程项目。
但近日，侠客岛微信公众号评论称，在美国，哈雷的确是很多地方的警用摩托，但是可靠好用的警车并非越贵越好，在不该多花钱的地方多花1分，就意味着该花钱的地方少了1分。记者采访多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会也无从购买哈雷摩托车或过于昂贵的摩托车。浙江法制报报道，浙江海宁一男子被宣告死亡20年后，竟突然现身。2000年夏天，52岁的男子马某失踪，之后再未与家属联系，就连2011年妻子去世也未露面。2012年初，马某的大儿子认为父亲已经在外地去世，于是向海宁法院提出申请。2013年，法院认为马某已经符合宣告死亡条件，于是判决宣告马某死亡。今年7月，已经成为老人的马某突然出现，自称20年前离开海宁，在俄罗斯做了10几年的生意，后来因为生意失败，一直在哈尔滨、沈阳、秦皇岛、苏州、上海等地打工。回到嘉兴后，他发现自己原来的住处已经拆了，家里人的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向派出所求助。当警方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比对时，发现他多年之前就已经被宣告死亡。复活的马某向海宁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近日，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了撤销原宣告死亡的判决，恢复马某的民事主体资格。中秋节和国庆节将至，巧合的是，两节同时出现在10月1号这一天。中秋节每年固定在农历的8月15，但它在阳历中的日期却非常不固定，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闰月。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恒说，中秋节和国庆节同时出现在10月1号这一天，在21世纪仅发生4次，上一次是2001年，另外2次是2031年和2077年。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博消息，9月20号，南京师范大学就该校2018级学生刘某晨不幸离世的情况通报。9月12号傍晚，2018级学生刘某晨被同宿舍舍友发现在宿舍倒地昏迷，舍友及邻近宿舍同学立即报告宿管站、校医院和学院辅导员，并紧急联系120、110，校医院医生、辅导员和宿管人员第一时间抵达宿舍展开急救。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展开急救后，迅速将该同学送至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抢救。警方到达现场后，立即展开多方细致调查。经3个多小时的抢救，医院在22点30分左右宣布该生死亡。目前，公安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学校对刘某晨同学的不幸离世深感悲痛，学校将竭尽全力配合警方和家属，做好后续工作。金融界消息，北京时间9月20日上午9点，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组织发起人、美国大纽约地区英卓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曹英回应称，法官刚刚发布了第53号法庭文件，让原告律师草拟初步禁令文稿。法官修改签字发布后，商务部的决定在20日后就暂时停止实施。美东时间9月18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决定于9月20日起禁止微信与 TikTok 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下载更新，以及禁止微信在美国境内提供转移资金或处理支付的任何服务。新京报消息，近日，欧洲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持续增加，引发各界对疫情反弹的担忧，多国不得不再度强化保护措施。9月18日，法国一天新增感染病例13215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从本月16日起，德国连续多日新增病例在2000起左右，累计病例超过27万例。西班牙马德里部分地区将于21日起实施封锁，影响逾85万人。英国首相约翰逊称，他担忧英国出现第二波疫情不可避免。9月17日，世卫组织欧洲分部主任克鲁格援引 WHO 监测表指出，自9月11日以来，欧洲各国日新增确诊人数稳定在4到5万之间，已经持续逼近甚至超过4月1日前每日新增确诊峰值 4.3 万例。这个数值应给所有人敲响警钟。环球网消息，据今日美国报19日报道，如果我输给拜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再也不会和你们说话了，你们将再也见不到我。
当地时间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举办竞选集会，并继续他一贯的风格，在会上抨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候选人。特朗普对他的支持者们表示，如果输给拜登，你们将再也见不到我。此外，据报道，特朗普还在竞选集会上宣布，他预计将在下周提名接替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人选，该人选仍将是一名女性。环球网消息，据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9月20日报道，解放军军机18日、19日连续越过所谓海峡中线，今天20日早上再次被记录到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宣称台空军照例广播驱离。报道还提到，大陆、台湾和美国军机今天上午同时现踪。报道称，根据记录，解放军战机在20日上午6时53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高度在2000米，但从空军广播内容来看，仅进入所谓航空识别区，没有前2天多架次进入的频率。报道提到，美军 EP-3 则在清晨5时许进入该空域巡航，近上午11时离开。E-8C 上午近8时也加入该区巡查中。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告诉媒体记者，他批准了甲骨文与 TikTok 的合作协议。这笔交易得到了我的祝福，特朗普说，我在理论上已经批准了交易。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特朗普对记者说，我有特别棒的消息要公布。他提到，除了甲骨文，交易中还包括沃尔玛，一家非常伟大的美国公司，安全性将达到100%。此外，特朗普还宣布，交易内容还包括对一项教育项目捐款50亿美元。他们将为美国青年人的教育设立一大笔基金，这太好了，这是我所要求的。接下来就看这一切会不会发生。据环球网了解，甲骨文将成为 TikTok 在数据安全合规方面的合作伙伴，双方将开展类似苹果在中国由云上贵州进行的数据安全合规合作。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就伊朗问题发出威胁。蓬佩奥称，联合国应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使制裁重新生效。他还宣称，如果联合国成员不执行制裁，美国将强加后果。蓬佩奥说，如果联合国成员国未能履行实施这些制裁的义务，美国准备利用我们的国内政府为这些失败施加后果，并确保伊朗不会从联合国禁止的活动中获益。但法新社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孤立的，是与其他大国，特别是其欧洲盟友背道而驰。更多的联合国成员国认为，美国制裁伊朗的相关程序没有法律效力。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美国国会山报9月19日消息，特朗普周六表示，他希望宣布自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以取代因癌症引发的并发症去世的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特朗普表示，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被提名人，这很可能发生在下周，最有可能的是一位女性。据报道，芝加哥第7巡回法院的埃米·科尼·巴雷特和亚特兰大第11巡回法院的芭芭拉·拉戈亚为特朗普认真考虑的人选。